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一个刚上市不久的科技成长股，那就是 Airbnb 的股票分析。首先，我们回顾一下 Airbnb 在疫情恢复的初期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看看 Airbnb 的长远优点以及风险。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Airbnb 的估值是否过高呢？在这个疫情期间，投资者普遍接受了3种类型的投资。第一种就是投资者购买了表现出色的疫情受益股，例如亚马逊以及 Netflix。第二种，他们购买了表现不佳的疫情重灾股，例如 AMC、Live Nation 以及一些酒店股票。第三种，在疫苗出现以后，他们开始购买了疫情复苏股，例如 Booking 和 Expedia。Airbnb 具有成长股票的所有特征，随着疫苗的推出，该公司的股价表现非常出色，但是我认为增长可能会放缓，尤其是在目前的高估值水平下，投资者也需要做出一些非常激进的假设，才能证明更高的股价是合理的。回想一下 Airbnb IPO 的定价约为每股44美元至50美元，如今 Airbnb 的股价已经约为每股170美元。有3个主要的理由认为 Airbnb 是在疫情恢复后受益的股票。第一，在疫情之前 Airbnb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体的旅行市场，也超过了其他在线的旅行社。在疫情深度期间， Airbnb 收入的缩水幅度比较小，低于同行，比如说 Booking 和 Expedia。并且第三，随着疫情的低谷之后， Airbnb 的恢复速度快过其他的同行，这表明了 Airbnb 与在线的旅行社不同。Airbnb 2022年的收入将会轻易的超过2019年的收入。这些理由都导致了该股票的表现出色，一度还达到了接近220美元的高点。在近期的回调之后，那是否可以开始买入该公司的股票了呢？我认为主要有5个可以继续推高 Airbnb 股价的因素，那就是第一，住宿市场这块蛋糕非常的大，在疫情发生之前，全球的旅行市场价值约为 1.7 万亿美元。这个市场可以被细分为传统住宿以及替代住宿这2个市场，这2个市场加起来约价值8000亿美元。第二，替代住宿的市场正在快速的增长。深入一层来看，2019年传统住宿市场的价值约为6650亿美元，而替代住宿市场，也就是 Airbnb 的领域，价值还不到1000亿美元。而且在过去的5年中，替代住宿的领域增长速度比传统住宿增长快约10倍。第三， Airbnb 是替代住宿市场中最大的参与者。当我们深入研究住宿市场的主要玩家的时候， Airbnb 拥有最大的预定总价值 GBV 约为38个 billion， 它的规模大于 Booking 以及 Expedia 的替代住宿市场的总和。当然还有很多较小的公司，例如 One Fine Stay、Flipkey、TripAdvisor 的 Housetrip 以及 HomeToGo。 第四，该公司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绝对是这个领域中的龙头。随着时间的流逝， Airbnb 不仅比同行更大，而且已经逐渐地占领了更大的份额。早在2015年 Airbnb 占了替代住宿市场的大约 30%， 如今 Airbnb 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了 40%。 第五，消费者对 Airbnb 的需求将持续的存在。该公司还有2个可用的工具，能够让消费者的需求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从收费的结构以及广告的支出方面。在收费结构上， Airbnb 的收入模式就是大部分的收费都来自于消费者身上，房东只向 Airbnb 支付房费的 3%， 而另一方面，客人却要向 Airbnb 支付 12% 的费用。因此Airbnb 大约 80% 的收入来自客人，而只有 20% 来自于房东。我预测在不久的未来，房东的费用将会增加，
来降低消费者的负担，以刺激消费者的需求。除了收费结构上， Airbnb 还能够通过广告来提高消费者的需求。目前 Airbnb 的广告费远远少于其竞争对手，所以增加广告支出可能会刺激消费者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Airbnb 两个主要的风险。他们的主要风险就是他们的增长可能受到房东供应的限制，以及利润率都比同行低。在疫情之前， Airbnb 已经显示出放缓的迹象。在2016年，该公司的预订总价值 GBV 增长了 73%， 而到了2019年， GBV 增长放缓至了 29%。 由于之前所提到的，该公司可以通过更改费用的结构或者增加广告来增强客人的需求，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增长的放缓很可能来自房东，那就是供应方。该公司来自现有房东的收入份额非常的高，占收入的 84%， 而且在过去的3年中，该公司活跃的预订者与平均的房源数量比率已经从 9.1 倍上升至了 9.5 倍，这表明预订者的增长速度快于物业挂单的增长速度。房东的物业利用率需要提高，目前物业利用率相对较低，大约只有可用晚数的 15%， 而且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房东会选择与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同时的列出他们的物业，这可能给 Airbnb 的供应带来更大的压力。如果 Airbnb 无法保留现有的房东或添加新的房东，该公司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供应以及丰富的物业来吸引客人使用 Airbnb 的平台。虽然并购并不是 Airbnb 历史上重要的部分，但是3年来通过现金以及股票进行了8亿美元的收购中，最大的一笔收购就是 Hotels Tonight， 占了并购总支出的 60%。Hotels Tonight 是一家专注于在线精品酒店租赁的公司。此次的收购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伦敦、巴黎以及纽约等热门的城市，客户的需求都超越了房东的供应，因此物业的供应可能是成为限制 Airbnb 长期增长的最大障碍。此外，投资者们对于替代住宿市场的利润率仍然存在着长期的质疑。该公司的利润率比同行还要低，原因主要有3个，那就是第一，较低的收入与 GBV 比率；第二，较高的结构成本；第三，较高的股票薪酬费用。首先，如果 Airbnb 能够将收入与 GBV 的比率差距缩小到了 Booking 的公司水平， Airbnb 调整后的利润率将会从负 7% 上升至 10%。 其次，如果 Airbnb 能够降低成本，拉近与 Booking 成本的差距，则调整后的利润率将会从 10% 上升至了 39%， 提高2900个基点。目前该公司较低的广告支出优势将会被较高的运营以及产品开发的成本所抵消。第三，该公司目前在2019年的股票薪酬费用约为9800万美元，占总收入的 2%。 到了2023年，分析师预计这一数字将会增长近10倍，约9亿美元，占净收入的 12%。 因此长期来看，股票薪酬的费用将会降低该公司的利润率。最后我们来看看估值方面。在过去，分析师主要是使用 Earnings per Share EPS 来给在线的旅行社估值。在疫情期间，华尔街的分析师转向了 Enterprise Value to EBITDA 作为主要的估值指标，但是对于 Airbnb 来说，这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该公司尚处于起步的阶段，无法产生可观的 Earnings per Share 或 EBITDA， 因此最初的 IPO 可能是根据收入倍数来定价的。可是目前2个位于美国的在线旅行社 Booking 以及 Expedia 都以不同的收入倍数进行交易。我认为最接近 Airbnb 的竞争者是 Booking， 而且
利用2022年的收入 ，Airbnb IPO 定价首次确定时 ，Booking 的估值是 5.8 倍2022年的收入。当最初 Airbnb 首次公开募股定价为$50时，这对我们来说还非常有意义，这大约是 Airbnb 收入的 5.3 倍。但是目前的股价已经到了$170左右，从这个倍数来看，依然是非常贵的一家公司。但是 Airbnb 的增长速度比 Booking 还要快，所以有可能不是一个适合的比较。每股$170其实实际上意味着一系列非常乐观的假设。分析师认为，在乐观的情况下，股价有可能达到$250，约有$80的上升空间。悲观的情况下，也许股价会跌到$140，约$30的下跌空间。它也表明风险回报并不是特别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个人对 Airbnb 公司的股票交易策略。股票名称 Airbnb， 股票代码 ABNB， 目前的价格约为$174，而我个人的目标价格是$195。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140到$170之间。目前的股市波动性仍然非常的大，所以分批加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了解了 Airbnb 的基本面后，你是否会考虑投资 Airbnb？ 作为一个科技成长股，加上疫情复苏股的特质，你是否会考虑投资 Airbnb 呢？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